大家好，我是 Anthony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这期节目，我们来聊一个有趣的话题，就是 NTR 幻想和绿帽文学的深层动机。刚好前些天和一位网友讨论了这个话题，他是一位从事女权理论研究的社会学博士，最近遇到了一个课题，就是为什么 NTR 题材在日本 AV 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。我觉得我们的交谈非常有质量，所以今天就想深入聊聊这个话题。当然，我认为这个话题的深度是远远超出日本成人影片这个狭小的领域的，它其实反映着一种普遍的精神结构。那熟悉咱们频道的朋友都知道，我不是一个习惯于进行道德批判的人。如果一个人有这样的偏好和幻想，那么我也没有禁止和劝诫的意思。我们这里追求的只是去尽可能真实还原这种精神状态的原因。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，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，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。首先，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词。所谓 NTR 就是日语内偷拉勒的缩写，字面意思就是被睡走了，也就是中文里说的一个男性被戴了绿帽子，所以 NTR 也可以称之为绿帽文学。在这种故事里，核心的体验者和快感的获得者不是故事中发生性关系的男女，而是那个在一旁目睹自己的伴侣被他人夺走、侵犯的男主。在日本的成人影片中， NTR 题材有几种非常经典的场景。最为原始的版本是，男主是一个老实巴交、身体瘦弱的人，某天他的妻子突然被一群不良青年或者一个凶悍的陌生人盯上了，他们威胁男主或妻子的生命安全。男主因为精神和身体上的无力懦弱，不敢反抗或者反抗失败，只能目睹自己的女友或妻子被侵犯。妻子起初是坚决反抗的，但在强迫之下逐渐习惯和适应，甚至开始享受，乃至迷恋上对方。另一个经典场景是，男主是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，面临裁员的风险，妻子为了让丈夫保住工作，或者为了丈夫在职场上能够顺利晋升，不得不与丈夫的上司发生性关系。丈夫在绝望和无助中只好默许。这里的核心不再是体力上的悬殊，而是社会地位和权力的不对等。除了上述场景之外， NTR 还有一类非常特殊的亚种，就是母子关系。故事的主角通常是一个单身母亲和儿子，母亲为了给儿子凑够高昂的学费或者赚取生活费，不得不委身于一个有钱有势的男人，比如学校的校长、公司的老板或者某个有钱人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儿子常常是知情的，他可能会躲在门缝后面目睹这一切，窥探母亲为了自己而牺牲，一边感到悲愤、羞辱，一边又产生强烈的兴奋感。这些场景，无论外在形式如何变化，都有这样几个共同点。首先，男主角是一个绝对的弱者，不论是肉体上、经济上还是心理层面上都是无能为力的，他只能目睹这一切的发生。其次，故事中的女性角色，不论是女友、妻子还是母亲，都是为了男主而牺牲自己的。他们让男主感到一种混合了崇高和感动的扭曲快感。而女性虽然起初是不情愿的，但她们最终还是享受和默许了的，这更加凸显了男主的失败、无能和屈辱。按理说，这应该是让一个男性感到痛苦、愤怒和屈辱的性幻想，但为什么在这些作品中，它却成了通往兴奋的路径呢？为什么很多亚洲的男性沉浸在这种幻想之中呢？有人可能会将这种偏好归结于日本 AV 的泛滥，不过我认为这还有更深层的原因。至少在中国，很多男性接触到成人影片之前，他们对自己的男性身份认同就已被一种更宏大、更日常的叙事所预先塑造了。AV 只是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剧本，而真正让这个剧本能够被大量观众入戏并产生共鸣的，是他们早已在内心深处被搭建好的心理舞台。这个宏大的叙事就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宣传。我们说，中国的民族主义宣传本身就是充满了 NTR 情节的。关于这个话题，我们在去年9月的这期视频里也提到过，那就是中国的历史教育
在描述外国与中国的关系时，大量使用了性侵犯的拟人化的隐喻，通过将国土和国家人格化为女性，比如祖国母亲、少女等等，将敌对势力比喻为性侵犯的施暴者，将国土丢失比喻为女性失去了贞洁、贞操等等，从而激发受众的耻辱感。我们还着重分析了方志敏的文章《可爱的中国》。在这篇文章中，方志敏首先将中国比喻为一个优雅美丽的母亲，并用色情化的语言描绘她的身体。第二个角色是作为侵犯者的帝国主义，方志敏用恐怖和夸张的语言，将帝国主义描写成充满原始兽性的恶魔，他们是纯粹暴力的享乐机器。然而在这个故事里还有第三个角色，那就是读者和观众。方志敏反复地呼唤着，朋友，快看啊，看到了没有？试图将读者拉入了一个无能为力的窥探者的位置，也就是那个在日本 AV 里面躲在门缝后目击这一切的男主。虽然方志敏的文章被官方定义为爱国主义文本，但在无意识层面，他却隐秘地塑造了一种经典的 NTR 心理结构。方志敏不是通过说教，而是通过构建了一个充满创伤的幻想场景，在读者的内心深处将爱国与恋母，将窥淫的快感与屈辱、憎恨和嫉妒牢牢绑定起来。这种窥淫方式在中国社会不仅是完全合法的，甚至是被官方视为是崇高和神圣的。在中国的历史教育，比如各种以抗日为主题的展览活动，或者各种抗日剧中，大肆渲染和描绘侵略者对本国女性的性侵犯都是不可缺少的一环。然而，这种描绘和揭露并不是指向了对受害者女性本人的共情和理解，她们本身的故事被模糊化、匿名化，甚至被省略。宣传的重点主要放在施暴者的残忍和受害过程的细节，目的是激发观众被预设好的政治情感。这些女性的创伤不再是自己的，而是被用来点燃民族仇恨和复仇激情的火焰。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儿童抗战剧《小兵张嘎》，该剧中的佟掌柜代表了那个乱世中的中间派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一个日子人、绥靖派。他在各方势力中左右逢迎，他认为只要自己足够圆滑，就能够过好自己的小日子。因此，虽然他也迎合日本人，但主要是为了多赚点钱。然而最后日本军官还是侵犯了他的妻子，同时有2个日本兵按住他的身体，强迫他在旁边观看。随着激烈和悲壮的背景音乐响起，这个性侵犯的场景被崇高化为一个反映国仇家恨的时刻。佟掌柜的精神彻底崩溃了。在此之后，他终于放弃了中间派的幻想，而是被彻底逼上了抗战到底的革命道路。NTR 情节成为了一个他性格转变的助推器。至于他的老婆，在剧中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工具人，他只是剧中一个又一个男性的欲望客体。为什么说这个情节对女性毫无尊重可言呢？在剧中还有一个情节，就是当他的老婆从日本军官的房间走出来，向他求助的时候，佟掌柜的第一反应是大喊他很脏，随后甩手而去。我们要知道，这个剧在当年收视率是非常高的，而且很大程度上是给儿童看的，但电视剧对这个行为没有任何的批判可言。这就说明了这种电视剧或者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教育所鼓励的，其实是一种相当扭曲的男性气质，就是当事人只要被激发出仇恨，走上革命道路就好了。至于对女性的同情和理解是完全不需要的。因此，尽管中国官方反复的渲染和强调慰安妇受害的事实，但在现实层面上，这个群体更多的是作为指责日本的工具。尽管官方多年来高调纪念抗战，民间的抗日情绪也是越来越强烈，然而他们本人的处境则是基本上没有人关心的，甚至他们受到了来自中国人的伤害还要更多。中国慰安妇的晚景普遍凄凉，许多人指责他们为什么没有自杀殉国，为什么要苟且偷生。当然，这种心理也不是中国独有的，在二战后的法国，许多男性也将那些曾经和德国军官上床的女性拉出来游街示众。这说明，当男性群体在面对更强大的敌人，经历了深刻的被阉割感时，他们会通过将暴力转向更弱者来进行一种病态的补偿，
从而试图夺回自己失去的男性尊严。当然，法国和德国在战后不久就实现了民族和解，而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，中国人的这种精神创伤其实与那段历史关系不大，而是被本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反复和系统性塑造的结果。他在男性心中制造了一个软弱无力和被阉割的男性自我认同。所以说，中国社会也是有性教育的，而非一般认为的中国教育对性讳莫如深，只不过这是一种相当有毒的性教育。当一个男生对于性与激情的最早和最深刻的印象，不是来自于健康的爱恋，而是来自于妻子和母亲被侵犯，而我作为这个民族的一员却无能为力的宏大叙事时，他的欲望结构从一开始就被扭曲了。他会无意识地认为，最强烈的情感体验必然与权力不对等、暴力、屈辱、牺牲等等沉重的东西联系在一起。在官方的意识形态中，帝国主义列强始终是中国男性心中的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，一个强大的他者，而自己则是一个天生的结构性的失败者。他被不断地强化一种屈辱、自卑的自我认同，只不过这本质上并不是外国带来的。当他们在现实中再次遇到类似的事件，比如 Easy Girl， 那个古老的创伤和应激反应就被瞬间激活了。他们需要通过对这些女性进行辱骂和荡妇羞辱，来洗刷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份被意识形态阉割的创伤。当然，这是徒劳的，正如拉康所认为的，欲望对象永远无法真正满足欲望本身，因为欲望对象只是替代品，是意识形态让一个人以为自己想要的东西。在 Easy Girl 这个场景里，这个对象就是那些与外国男性交往，或者那些穿着和服走在街上的女生。网民们认为她就是导致自己痛苦和屈辱的原因，因此只要能够批判和惩罚对方，自己的男性尊严就好像得到了某种修复。然而，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认。真正的病因在于那个打压和抑制他们的意识形态，是这个意识形态在他们的内心制造了一个创伤性的空洞，一种无处安放的焦虑。这个空洞会从一个对象滑向另一个对象，比如崇洋媚外的资本、公知等等，没有哪个外物能真正填补这种根本的匮乏。面对这种匮乏，官方的意识形态，或者说象征秩序，其实为个体提供了一条看似正确的出路，也就是知耻而后勇。这是一种官方认可的升华路径，它向主体发出这样的召唤：你感受到的屈辱和无力感是正确的。现在，你应该将这份耻辱转化为动力，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复兴而去奋斗。你应该成为一个有能力的、符合规范的真正的男人，一个中国人。当你做到了这一切，你不仅会赢得财富，还会收获异性的喜欢。在这个主流叙事里，女性仿佛是一个战利品，是强权或者强势阶层才能拥有的。于是，他也很容易把女性想象成一种物质的、拜金的、不断给他提金钱上的要求的傲慢的存在，谁强大就跟谁走。因此，他认为自己的问题仅仅在于自己还不够强大，而一旦拥有了权势和财富，就再也不会缺少异性喜欢。他很少能想到自己可以通过理解和共情女性来建立亲密关系，因为女性的视角和感受在这种叙事里基本上是不存在的。然而，许多男性在现实中发现，这条知耻而后勇的道路基本上是走不通的。一方面是那个强大他者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，比如现实中的特权阶层、富裕阶层，仍然让他们感到更深刻的压抑感。更重要的是，那个被阉割的、自卑的身份认同已经被深刻的内化，这导致他们从一开始就缺乏成为强者的自信和动力。遇到困难和挫折，就更容易感到被全盘否定，同时也缺乏通过理解和信任来获得异性欣赏的能力。于是，他可能变得更容易仇恨女性。他们陷入了一个痛苦的 dilemma， 他既无法成为象征秩序所许诺的那个成功的男人，又无法反抗或逃离这个不断命令他去成功的秩序。这带来了更深刻的痛苦和焦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 NTR 幻想就成为了一种替代性的补偿策略。今天有点累了，
就先聊到这儿吧。下期视频我们来进一步剖析这种幻想的精神结构。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，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。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、某段话、某个视频、某种社会现象，或者你的日记，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，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。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、困惑和情感，都是可以的。如果你对隐私性、安全性、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，也请及时告诉我。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，也请联系我，我会提供其他方式。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。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，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再见。